大家好，我是 Yuna， 今天要来跟大家聊聊死亡与疾病损失与台湾首要死因癌症近乎并驾齐驱的忧郁症。等，忧郁症不就是心情不好吗？心情不就跟意识啊、想象啊一样，是个可以自由控制的虚拟事物吗？这种看不见又摸不到的东西，有什么资格称作是疾病啊？今天就让我来告诉你吧。首先，心情不好只是忧郁症的其中一个症状，他们还可能会丧失兴趣与愉悦感，觉得自己毫无价值，思考力与专注力下降，反复想到甚至计划死亡，体重剧烈变化，嗜睡、失眠、无精打采、焦虑，或是丧失执行日常事项的能力，像是吃饭、洗澡或换衣服等等。那到底为什么会出现这些症状呢？除了负面思考方式、经历重大变故，或是长期处于负面环境中等心理及社会环境因素以外，生理因素也占了很重要的一环。心情和身体功能与大脑运作息息相关，例如犒赏系统活动下降，做喜欢的事就不再感到快乐；前额叶皮质活动下降，会造成判断力下降、冲动提升；特定神经传导物质如血清素、多巴胺和正肾上腺素失调，除了感受快乐的功能停摆外，也可能同时影响睡眠、食欲、行为、认知或是压力回应等多个功能。而身体是个庞大且复杂的协作平衡系统，只要一点点的失衡，就可能连环引发许多症状。虽然多数时身体会努力回归平衡，但如果有多个或大力破坏平衡的因素，造成身体无法自愈时，就会需要专业医疗的协助。根据董事基金会近年的调查，在台湾每10个成年人与每7个青少年中，就分别有1人有明显忧郁情绪，需寻求专业协助。但他们可能因为周遭人或自己对疾病的不了解，以及严重的污名与迷思，选择独自承受身体长期失衡的折磨，甚至结束可贵的生命。所以，当你发现身旁有个可能生病的人时，走向前去关心他吧。他可能因为疾病把你推开，等他一下吧，听听他的想法，一起讨论，让他知道他并不是一个人，而生病时寻求亲友与医生的协助是再正常不过的一件事，没什么好害怕或奇怪的。虽然对抗这个疾病并不容易，但面对攸关性命的事，我们永远都不该放弃。最后，如果你愿意，欢迎将影片分享出去，或是在留言处 #NoBlue 分享与忧郁症相关的经验，让更多人看见这件事的重要性，并透过认识带来改变。我是 Yuna， 我们有缘再会喽，拜拜。